适用，超过这个条件它就不适用了，对吧？另外呢，科学也不是信仰啊，这个是非常关键。你看，其实，在人类刚开始没有认识自然界的时候，对不对？我们就是说，任何时候就是求助于这个啊，西方他们求助于上帝，然后我们求助于老天，就这样的一个理念，是吧？啊，我们渴望老天就是啊，别下雨，或者是吧，干旱地区早点下雨。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应对，是吧？我们就求是啊。西方人呢，他老是去教堂去祷告，是吧？这种这个风土人情这种习惯，就他有这种信仰，他认为这个只要我具备这个信仰啊，我就能达到我的这个预期。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啊。所以说要发挥我们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得发现世界，找出规律，然后再去改造。第三个就是科学它不能解决价值判断问题。科学的我们通过这种发现这个过程的目的是，我们是看到真相，我们是看到真相，然后看到真相的基础上，我们在我们人类力所能及的条件下，我们去一定程度上去改造它，改造它，或者去规避它一些不利的因素。所以说，我们应该是科学包括技术啊，这实际上是这两个就是现在都是集成到一块儿去。我们更重要是怎么样去做什么，怎么去做根据有的这个规律，怎么去改造，怎么去运用。而对于该不该做，这个是哲学家探讨的问题，对吧？你做了这个东西有什么影响？比如说 AI 现在炒的比较火，说这个马上就是我们现在什么大模型不得了了啊，这个某些方面一个超越人了，是吧？然后呢，通用人工智能马上到来了啊，3到5年，有的说明年就实现，是吧？再说未来还也不久是超级人工智能就实现，就是我们人类就彻底成为这个叫硅基智能，我们人类是碳基智能嘛，对吧？硅基智能天下了啊，我们人类就要听他们。所以这有好多这些涉及到这个道德伦理的价值判断的问题，这都不是科学他要做，是这哲学他们要做。所以说，就是我们这个我刚才说就是自然科学很重要的，对吧？但是呢，人文科学更重要，人文科学它决定了这个方向该不该做。所以说现在就是我们在这个无论是国际上啊，比如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还有这个咱们国家的这些顶层的这些部委，他们就做了很多战略啊，包括科技的进步，从人才培养，从学术研究，从产业布局到这个社会治理，都是一体，相当于是一个全方位的来去发力。还有一个科学和技术，它要理清界限，对吧？这个我刚才提到，就科学它是探究这个世界的它的本源啊，而技术它实际上是应用，这一点呢就是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的。你看这个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我在这个每年的春季学期，面向这个全校开设一个研究生的通识课啊，叫选修课，是讲8次，一次2个学时啊，主要是讲这个科学这块啊，还是涉及一点文化的问题，就是算是个工作经历。那么科学信任感啊，我刚才提到了，其实我们人是这个刚开始的时候，感觉人类是个非常渺小，是吧？非常渺小，是吧？我们人类的这个整个的人类这个就是这个组织结构，对吧？是吧？你比如说咱们这个历朝历代，是吧？都是这个是吧？这个皇上说了算。然后呢，还有这个国安西方啊，就是什么国王啊、女王说了算，就是他这个阶层这个地方固化这个地方，是吧？如果人类实现不了的，我们就期望于这个，是吧？我们这种理想当中的，是吧？一些这个力量来去完成。所以说，我们要从科学性来讲，这是应该是在14世纪啊13几年，那时候我们人类开始对科学有了好感，开始靠近科学。因为在此之前呢，我们一有问题，人类上基本上都是诉诸于它，特别是西方，他们诉诸于上帝，是吧？因为这个你看西方大家注意看，到处都是教堂啊，可以说大街小巷都有教堂。那么在这个14世纪当中，有一个非常严重的疾病啊，传染病，黑死病，就是叫黑死病，也叫鼠疫，对吧？这个非常致命的，在这个欧洲是非常流行的。当时呢，是欧洲1/3的人口就已经灭亡了啊，因为这个疾病传染率太快。当时呢，实际上在这个过程有个插曲，就是大家一看这个疾病是未知的，大家都没有去认定它，怎么办呢？大家都是去教堂里祷告啊，就是类似于这个是吧？这个有些偏远地区的是吧？这个干旱去求水一样是吧？还是一种迷信的色彩。然后呢，就是祷告，
祷告了几次发现不灵，而适得其反的是呢，凡是往教堂拥挤的啊人，他的这个发病程度越严重啊，就是在教堂的来回的路上，包括教堂里，就会发现这个是不能依靠这个上帝去解决啊。然后呢，就有人就想出妙招了，是吧？哎，做了一个类似咱们口罩的这个鼻祖啊，咱们现在有的朋友戴口罩，就像鸟一样啊，只有2个眼睛，鸟的那个喙是吧？啊，一个罩子，一个面罩啊，露2个眼睛啊，然后用这个东西罩起来呢，发现呢这个死亡率、感染率就在下降，哎，然后大家找出来一点根源，至少这个传播动力学知道哦，这个可能是由这个呼吸系统和其他方面造成的啊。然后还在这个鸟这个类似鸟睡这个右下角这个图上面，还弄了一点这种什么叫香水是吧？有酒精能杀菌的，是吧？这个进一步就减缓啊。所以这个实际上大家也找出来，这个是有点窍门的。就这样子呢，就在这样子的人类当中啊，实际上对这种信仰上帝的信仰失望啊，反而是属于科学，是吧？属于科学。也就是从那时候，其实这个疾病呢非常漫长，从14世纪一直到这个19世纪末18、9世纪才发现，是吧？鼠疫致病菌，然后人类才逐渐的去把它去从这个让它去消化啊，非常漫长啊。这个实际上它不仅是欧洲，对非洲蔓延，这个实际上用互联网有大量的信息。所以说我们人类认识这个科学啊，是付出非常惨重的代价啊。你看这本书上就专门提到了啊，这是2021年的这个书，我的书也在这个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他说这个我们为什么让人类要信任科学，对吧？我们原来信任的不是，我们信任对象，是吧？是一种无形的力量。为什么信任科学？啊，为什么信任科学？其实呢，这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就是我们对科学的信任主要在于科学它是经过严格审查的，它是一个社会的大家共同协同的过程啊。大家看起来讲，我们一个科学是在实验室里边做啊，由某位科学家及其团队去做啊，然后呢把这个做出来之后呢，文章投出去就会发表。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它是一个全社会共同努力。你比如说，你的实验做完了之后，对吧？你要去让大家去评估、去认可，在评估过程当中，实际上就是一个全社会的参与过程。然后呢，你的论文发表了，总是要有读者对他评价，对他质疑，是吧？就像我们现在发论文当中，有的人做正面评价，有的人做负面评价，是吧？还有的论文当中确实有些漏洞，是吧？甚至说现在这个有些为了个人的这些利益就作假啊，然后就是论文会出现撤稿这个情况，所以它应该是一个严格审查的过程，是吧？它是一个全社会共同努力的结果。他说，所以说呢，其实科学它具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社会属性。我们看起来啊，就是你这个工作做的是某个科学家或者他一个团队这几个作者，但实际上他这整个过程啊，都得在整个环节当中都得经过时代的考验。对吧？我们在里边有些这个学生，我们都研究生都知道，就是我们很多这个研究成果，对吧？好的，它就是叫什么时代考验的一些这些作品，就是会获得一些这个大的奖啊，经过时代这个检验，一般这些国际上都会设这种奖啊，这些奖。其实谈到科学呢，我们应该相信的，但是也不能去，就是说完全相信。啊，或者是万事万物，我们都要深究说为什么要去科学，对吧？那大家坐的椅子啊，也是一个科学和技术的一个产品，因为它首先它符合人体的这种人体工学体型啊，人体工程学，对吧？就先说对啊。那这个是首先它这个原理，然后呢就去设计啊，去工艺去加工啊，然后还有材料啊，这是属于技术层。但是呢，我们想，我刚才提到它有一个文化，我们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比如说饮食文化啊、服饰文化呀，是吧？还有这个我们的各个地方的民族特色的文化，对吧？我们各个地域啊，南方北方不同民族，那这个东西是不是要科学呢？这个就实际上它是有文化的层面啊，所以风土人情
这个民族习惯的问题，所以我们不能陷入到这种科学的窠臼里边跳不出来。就是说，我们应该讲科学，但是不能事事都要问为什么，因为科学不就是探索的为什么，对吧？小朋友是吧，一开始长大就什么都是为什么，什么为什么，把大家问的哑口无言，是吧？有些时候我们可以讲出来，有些时候是真的讲不出来啊。它这个东西就是人类不断沿袭过来的啊，沿袭过来。所以呢，有专门去研究啊，因为关于科学研究的对象啊，比如说是自然界，是人类社会，但是还有一门学科叫研究科学的，就把科学作为研究对象，这个学科叫科学学啊，科学学有专门研究的，像他们这个科学这个哲学、科学史的啊这些专家，这个学科他们去研究。那么下面我就进入到咱们这本书的一个啊，其实这本书里边这个脉络还是非常清晰的啊，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大数据无处不在啊 ，AI 呢有性能日新月异的这个时代，我们公众啊，或者是大众啊，所以说你不管他的学历层次，我们对科学的认知呢，反而和以前不一样了，我们就是有些降低了啊。降低的原因呢，有这么几个，就是有可能是自己，我觉得认知程度还没有与时俱进啊，与时俱进。第二个呢，就是被这些媒体带节奏，是吧？有一些商业利益的东西。当然还有一些就是这些炒作吧，各方面的炒作所引起啊，这个让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都不知道信谁的了。所以这里面呢，这本书呢，它逻辑结构呢是从这种虚假信息。首先我们看到的虚假信息，对吧？这一点我们是一开始包括我们收到的短信呀，是吧？现在我们这个还有微信，对吧？我们加了朋友圈啊，一些不熟悉的朋友忽然给你发过来，是吧？有时候我们还得有一个质疑，就这种虚假的信息，可以说我们每天都在被包围。这里面呢，它有好多的来源。你看 AI 的能力非常强的，特别是生成人工智能这个技术啊，生成的文本、视频、图片啊，都栩栩如生。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你数据信息来源没问题，但是我对数据的使用，对吧？我可以按照我的目的啊，我可以就有选择性的去使用，这叫数据歪曲。还有一个就是数据挖掘，挖掘就是从数据中找出知识啊，大数据中找知识。那么在找知识的过程当中呢，你是实际上有时候是这个带着一些利益，带着自己的那一方偏见，是吧？然后做出结论啊。实际上它和这个数据歪曲是一个是吧？就在数据上做文章，挖掘的是更高层次，就是挖掘我们要得的结论，从数据当中得到知识，你提炼结论，这个结论呢，你可能是为了自己。还有就是研究这块我简单一提就行啊。就这个报纸13版提到了这个，其实这里面呢，主要是我写这篇小文章啊，这个实际上就3个点，一个是就是互联网传播虚假信息，是吧？我们从这个现在我们国务院今年提出了叫人工智能加，是吧？在2015年是互联网加啊，这个意见。人工智能加那时候是为了这个信息的传播啊，信息的一种快速的传播。那么我们现在进入 AI 时代呢，那这个加上呢，实际上是变成一个什么智能化或数字化这样的一个，为了这个去，就是任何时候通过智能化来改变我们这些什么我们的工作的效率啊，或者一些解放一些生产力啊，使我们在各行业去赋能，提高这种效率。第二个就是歪曲当中，科学家做实证研究，就是我得有一个是吧？我有数据了，我要从数据当中我要得到结论，我就把这个数据当中，我就说白了我就挑肥拣瘦，我挑一些有利我的数据。还有一个就是大数据和计算机推动数据挖掘，对吧？那这个就是现在在这个人工智能时代，机器学习还有深度学习为盛行的这个人工智能时代，恰恰我们就是挖掘去啊。你比如说啊，你这个，你看你用一个大模型，你可以试验一下啊，同样的一个文章啊，同一个文章，你送进之后，你让它给你提炼它的一个这个概要或者做总结，它的这个不同的软件
它的侧重点还不一样，或者是你用同样的提示词，你让他写一篇文章，他写的这些，你比如说同样的题材啊，题材是那个体育的体是吧？体育的体就是这个，比如说都是一个议论文啊，你会发现他给的风格还是不太一样，他带有自己的这种一些色彩。那么这里边刚才主持人提到了这个三重奏啊，哪三重奏呢？就是刚才这个虚假信息、数据歪曲，还有这个数据挖掘。我们先从一个案例出发啊，其实这个案例咱们都见过啊，现在可能稍微少一点是吧？至少在我那时候小时候我经常看啊，咱们好多魔术师爱变这种魔术啊，现在大家网上能找这些视频是吧？就是叫灵桂幻术是吧？灵桂幻术啊，然后呢，这个观众看到的是吧？是一种情形，那背后呢又做了很多手脚是吧？这个好多都是感觉非常这个惊恐的这些画面啊，惊恐画面啊，实际上这些呢都是一些人能通过道具来做的一种表演啊，一定是表演，它肯定不是符合事实啊。特别是这些魔术师啊，他这个手眼切换啊，这个前两天我正好看一个这个短视频，它上面写的就是说这个反扒的这个也像是他一个魔术师吧，对吧？他说啊，其实他利用的是我们人类的一个缺陷，我们人类的注意力是非常短的啊，而且是有限的使用，他就利用了我们的缺陷啊，我们这是人类一个进化过程当中，这样的话就是可能吸引你的注意力是往了某一侧去吸引，但是呢，实际上他的这个行为已经到了另外一侧，对吧？在这个时候，我们经常当然现在我们都是用这种扫码，对吧？以前大家带钱包、带现金时候，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所以这个呢，它实际上在这个灵桂幻术呢，它背后啊做了很多文章啊，所以有的还带有一些音乐色彩，给你弄啊，就是弄神弄鬼，非常形象啊。它实际上就是利用我们这种人类的感官上的这个缺陷啊技术。而且呢，我们人类还有一个什么，像视觉暂留现象，对吧？这也是我们人类的一个进化过程啊，视觉暂留。你到晚上的话，你可以，比如说手电筒呀，或者是比如说爱抽烟的朋友，对吧？你可以转，对吧？这个会转成一个非常封闭的一个圆圈啊。但实际上它是断断续续的啊，只是说我们人类有个暂留现象，包括我们的感知都是因为我们的感官的局限性来迷惑我们人类。你看我们这里边还有我找了一些例子啊，这些呢都是这个全世界好多地方啊，这都经过报道的这些现象啊。你看，比如说中间的像佛光返照一样，其实它并不是说这个是什么显灵了，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大自然一种现象啊，可能是有磁场呀，是有光线呀、光照呀啊，正好是一种巧合啊，巧合的出现啊。我记得前段时间好像说，是不是北京还是哪个地方看到极光是吧？那这也是一个巧合的过程，它还是科学需要解释的一个现象。但是呢，另外一些虚假信息呢，从自然界呢到了我们人类社会当中，这个就麻烦大了。你比如说啊，这个美国总统竞选的时候啊，拜登执政的时候，那时候是吧？民主和共和党之间啊，相互的他使出各种各样的招，是吧？有的是媒体带节奏，是吧？一方面宣传自己的观点啊，多么普世价值，一方面又诋毁对方的这个党派的观点啊，甚至还造出一些阴谋论，是吧？阴谋论啊，这个非常的这个是吧？因为它是两党之争啊，就相互拆台。你比如说，当在这个拜登这个在就任第46任总统的时候啊，总统他要是手扶着一个圣经啊，说的是当时是个媒体炒作，他说用的圣经不是这个多亚兰斯版的圣经，是吧？这个说来比较正统的，说的是用的是光明会的圣经啊，说这个这样的话意思就是说，拜登是光明会的人啊，光明会这个大家可能有朋友都知道是吧？这是一个全世界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是吧？这个一个神秘组织啊，所以说实际上就想把这个拜登就是实际上就是渲染他不是一个真正的是正派人啊，你看这种虚假信息就非常要命。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当代就是随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我们现在进入到一个后真相时代。
当然有个俗话说叫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谎言啊，传播了1000遍之后就变成真理了啊。这句话实际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往往是先听到一些假象，最后呢，我们一些官方媒体开始澄清了，一下专家啊什么来澄清，是吧？我们就有这种事后诸葛亮，这个后真相有很多主观的成分，是吧？有片面的成分，所以说这个就是叫后真相啊。包括我们现在人工智能出来，我们进入到叫后人类时代啊。说白了就是说，我们往往的话就是在真与假之间啊，我们先听到假啊，先听到假，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总是感觉到大家现在不管自己的所处的这个行业的情况怎么样，还是自己的生活状况怎么样，我们都是处在一种不确定的时代。不确定时代就是实际上就和后真相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或多或少都有一种焦虑、不确定感，这个和这个虚假信息是密不可分的。第二个就是数据歪曲，这个稍微有点专业一点啊，我就简单一点的问题。如果有这个医疗行业的朋友，对吧？或从医学的或统计学的，就感到在这个做实证演绎过程当中啊，这统计过程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叫 P 值啊 ，P 值。就是这个 P 值呢，我们要尽可能要进行小啊，尽可能小。比如说大家是公认的 P 为0.01啊0.5，就是说实际上在做这个实验过程当中，做统计过程当中，我们要达到这个东西是非常难的。我们一个方面就扩大的样本啊，扩大样本来增加这个 P 值，是吧？它这里边这个实际上是你的 P 值是越满足这个条件，越能支撑你的假说，越能支撑你的结论。然后这样呢，大家就不断的去这里边做文章嘛，对吧？做文章，做假。你看，就是做文章的方式就是要批次篡改或者批次操纵啊。你比如说，理想情况下默认的这是一个经验值，叫0.05啊，低于它那就是统计显著性比较好，显著性比较好呢，那就你结论就站得住脚，文章就可以发了啊。那好多这个做这个医疗领域是吧？这个新药的研发呀，还有这个大家都想着办法。把这个指标，但是你的数据又不能造假，是吧？所以，但是我在样本上，各种要做一些文章，是吧？我在样本上我可以挑选一些有利我的样本啊，可以去操作这个，包括很多方式啊，就是选择性的报告，只报道一些这个显著性的，那不显著性不报道。数据的调整啊，一些异常值要删除，是吧？或合并啊，你原来那种分组应该是随机的，最后的是并不是随机，得有主观调控的。方法的优化啊，样本量的操控啊，通过增加样本量，这样子就不公平啊！你看你同样做的实验，人家的样本量和你的样本量不一样，人家样本量小，你样本量增加啊，你说你的效果比别人好，那这些都是操控的一些手段。在这个里边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随机对照实验啊，这也是一个随机对照实验呢，是大家已经形成一种共识的啊，能站得住脚，对吧？就是你随机的分组啊，就是这一组。既可能被叫为一个对照组，也可以作为一个测试验证组，是吧？就是说你这两种都有可能是因为这样的话，反复的对比才有可能，是吧？既作为一个对照对象，又有可能做一个测试的对象，这样的话你就能站得住脚嘛啊，你就相当于在两个方面都经过了检验，所以这里边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随机对照实验也是以统计显著为标准啊，实际上就是。归根结底就看那个 P 值的这个是不是表现啊，所以这你 P 值一篡改就要统计学检验，那说明你这个随机对照实验啊，在医学领域经常做这方面啊，无论是生理还是心理，经常做这个实验。然后呢，那你要成功了啊，说明这个实验就成功，然后就有结论。所以医学领域的文章啊，大家看，一个是影响因子特别高，对吧？它这个底盘。第二个，医学领域文章也特别多。啊，对吧？而且呢，有一点啊，这据报道的医学领域的文章，就撤稿的比较多，对吧？这多与少呢，都和这个相关的啊，特别是撤稿啊，对吧？因为这个医学的文章，它并没有特别艰深的一些理论的推导啊和这个复杂的原理，它实际上主要是通过一些实验来去研究，做数据集啊。所以说，你看最后产生一堆这些垃圾的文章。第三个，影响这个人类这个对科学不信任的叫这个数据挖掘。我在上学的时候用的是这个教程啊，我还学过这个课，就是在上研究生时啊，用的是它是一个影印版英文的。当时有一句话特别
这个印象深刻啊。我又找出来了，就是当时的时候，那时候是我们互联网零几本世纪初的时候，我们的数据是吧？我们的互联网才刚刚的大家开始去，可以说就是开始兴起吧，至少在国内是这样，对吧？严格的它是上个世纪末啊，在国内这样，大家可以每天都要去上网啊，不管是工作、学习还是娱乐。那个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大量的数据、大量的信息，是吧？应接不暇，是吧？我们每天都沉浸在电脑前啊。那时候也是网吧从那时候开始兴起的，对吧？啊，现在还有没有？几乎没有，是吧？所以人们被数据所淹没，却饥饿于知识，啊，大量的信息，但是呢，无法形成一个概念化的、系统化的这样一个知识。所以这个就当时就非常麻烦一点，就是说，你说白了就是相当于我们的吃饭一样，你虽然吃的很多，但没有咀嚼消化，你要产生多少营养价值，是吧？你的吸收，这个知识就是使得你吸收那一部分啊，然后吸收之后呢，得到你的自己的一些思考和观点、洞见这些形成一个你的理解。它基本上包括数据准备、规律的寻找还有数据表述，这是它的一个3个主要的方面。你比如说，你看这个案例啊，我就咱们这个书上那个，你看数据挖掘的一个预测结果，啊，它是用它的一个样本结果，啊，你看大家看对角线就行了啊，就是，横着是真实的结果啊，竖着是这个预测的结果，那就是大家看一下这个，基本上就是说，这个它是用这个离婚数据啊，离婚和结婚这个数据就是。用的是过去的数据啊，这个数据挖掘就是把过去已经知道了，就是离婚还是结婚，就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啊，有这个家庭统计已经发生了，你看它预测的结果，对角线啊值还是非常大的。但是我做的任务是预测，比如说两口子还在处在这个什么夫妻状态呢，你预测一下未来1年是不是会出现离婚，是这个任务。对不对？因为一些新的数据，你看就失灵了，对角线的数据就不占优了，啊，占优啊，特别这个离婚的预测到就大大降低，就是指的是利用现在的数据预测未来，而上面这个是利用过去的数据预测的还是过去，过去。那么这个数据挖掘啊，实际上我刚才提到，主要是在于这个互联网啊，互联网它这个实际上我们的一个主要的来源。数据挖掘互联网实际上给我们带来极大的便利，是吧？我们足不出户，只要连上网，可以全世界开放的、非涉密的信息我们都能看到，是吧？是吧？它这里边我这里边做了一些比喻，我就不再赘述了，是吧？提供了燃料，拓宽了舞台，降低了门槛，是吧？这些都是现在我们查一些资料，对吧？我们一些数据库，是吧？只要购买了这方面的，你这个我们这个可以全世界的科技文献，我们都能找到。但是呢，也恰恰是这个互联网这个海量的信息，然后呢，它就是来鼓励人们去里面去找知识，去挖掘它，所以它引起了很多弊端。你比如说，我们这些数据哪些属于高质量的数据，哪些属于低质量的数据？你看数据光多不行，对不对？得看质量，对吧？现在我们国家在这方面是非常重视。前面不是提到了吗？数据是燃料，是吧？是黄金。我们国家成立了国家数据局，这个应该是个政府机关，是吧？各个地方也成立这个数据局，包括省市。实际上就是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把数据作为资产，还有一个就是要提供有价值的数据当然还有一些涉密的数据，我们很好的赋予它这个保密机制，还有数据知识产权，对吧？这些无形的这个数字资产。所以这个数据这个质量很关键。我前两天听到一个报告，就是说，其实我们国家在这个 AI 这个时代，我们的优势本来应该是数据，因为我们的场景多，人口众多。但是呢，实际上这个优势呢，我们只是在数量上多，但是我们的质量上并不多。所以你看，我在我的研究领域，我用的数据大部分还是国外的实验室他们开源的一些数据。而国内这块呢，
也在发力，就是如果你没有数据，说白了你就没有话语权，对吧？你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所以这个在我们的学术界也是大量的在推崇这个数据集的这个采集、整理还有共享机制。第二个就是数据的公开性，这个就是特别在产业界啊，你看咱们深圳是吧？这种各种初创公司还有这个头部企业非常多。但你公开之后，大家竞争力比较激烈，造成同质化竞争啊，同质化竞争，那这个就不利于这个整个的产业的生态了，对吧？第三个就是隐私和公民性啊，你有些数据是我们个人的信息，属于我们的组织单位或者是国家这些机密，你就信息啊，所以这个里边呢这涉及到这互联网安全的问题，对吧？所以这个它有很多弊端。最后一个谈到研究啊，因为这个我也不知道咱们在座的朋友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职业出身啊，但我简单提一下，其实这个我还是用尽量通俗科普的方式。在这里边呢，其实研究现在出现了一个危机，就是说为什么咱们是做了大量的研究，至少我们这个论文的篇数是吧？我们已经做这个论文篇数是第2了是吧？所以在有些领域已经第1了，在一些领域。但是为什么我们做不出诺奖，对吧？这11月份刚刚过去的10月国庆节后，这个才1个多月啊，大家都在讨论为什么我们这个诺奖，特别自然科学领域，物理、化学，这个还有这个生理学和医学，为什么我们这个奖一直不垂青我们，对吧？而且几乎每年或者每隔1年啊，都在我们隔壁啊，日本，是吧？为什么都要他们？那我们在反思这个问题，是吧？一到10月份，我们都反思这个问题。反正我是比较关注的，就这个研究啊，科学研究啊，它是非常漫长的过程啊。而我们现在的研究呢，国家也在这方面去治理。包括现在，你比如说，真正好的研究要遵从这个在线性和复制性啊。如果有研究生的话，这个老师会教你说，哎，你做课题，正式开题这个做自己工作之前啊。先拿一篇比较好的代表性文章，给我复现一下，对吧？复现一下是把这个流程熟悉一下，也同时也检验自己的基础啊，你的这种文献阅读呀、编程呀，是吧？这些基础啊，来检验一下。在线性和复制性有点差别。在线性就是说，你利用公开的这些你原来那个数据，利用公开的流程，你重新再走一遍，看看能不能得到和原来的结论。这个非常简单啊。就是顺着那个东西，完全梳理一下啊，一成不变的。他用了这个 reproducibility 这个单词啊，就是再生产一遍。第二个叫复制性，复制性的意思是说你的流程还不变。你说你原来用的这个是你那批数据，我再给你新的一批数据，对不对？你举个例子说，你说你做的人脸识别这个大模型性能非常好。哦，我再用另外一批数据做训练，我看你能训练出来。你说你这个方法啊，训练出这个模型非常强大，我看能不能训练。换一批数据啊，换一批原材料，流程还不变，看能不能得到一样的结论，它叫复制性。这两个呢，就是实际上是不同的这个，在不同的场合来去应用。所以说呢，如果是没有经过这两个过程，或者是经不起推敲的话，就会出现这种局面。大家看一下啊，在这个近过去的20年啊，过去20年，我们国际上这个被撤稿的论文，按照每1万篇被撤稿的数量，大家看啊，基本上属于这个一些这种小国家啊。沙特阿拉伯啊，巴基斯坦、俄罗斯、大陆、埃及。这个很遗憾的是，咱们中国也在列啊，排在第10。这是比较新的一个统计，而且来自于 Nature 这个官方的统计。而且呢，在文章类型当中，这个蓝色的这一部分就是会议论文。会议它讲究的比较快速啊，我有一个点子，我把这个东西做个实验啊，就有了一个初步结果，我就可以把我的想法分享出去啊，经过评审。你看
在这个过程中，蓝色的这部分，在10年前后的时候，它这个测过率是非常高的。但后来也稍微平缓一点，进入到2020年之后稍微平缓。但是呢，整个来说，大家看，无论是期刊类红色的期刊类论文啊，包括期刊的就是非会议类论文，是吧？还有一些研究报告啊，学位论文都属于整个来说，你看都是往上走的，就是整体上是往上走的啊。特别是现在呢，大家炒这个用 AI 写论文啊，用 AI 写论文，或者对论文进行用 AI 评审啊。现在国际上在治理啊，好多这个我们这个领域 AI 领域的顶尖的会议，一投稿都是2万篇，哎，这个量太大了啊，1万篇啊，这个确实审不过来，还得找真正的一些同行的专家，审不过来怎么办？然后就是大体上一分发就完了。然后呢，评审人员也没有招啊，为了完成任务，对吧？硬着头皮去审，所以这个就是说现在比较卷嘛，是吧？最后出现了好多这个笑话，这个也都是就事实。然后呢，有很多论文这个评审意见就有这种 AI 的大模型的痕迹啊 ，AI 大模型的痕迹。所以这样的话，这个在这个会议啊，他们这个评审委员会就开始出招了啊。凡是说你的论文发现有 AI 的痕迹，或者你评审意见啊，那基本上就给你拉黑了。所以这个也是非常这个严重的一个现在一个学术界的现象。那么在这本书里也提到一个论文这个造假案例啊，叫 SCI-GA 啊，就简称你就认为是一个科学论文生成啊，你就简称这个啊。这是有我记不清了啊，书上写有2个这个研究生啊，他们这个也是一个名校的美国名校，他们闲着没事鼓捣完，他说我做了一个这个小软件，叫论文自动的 CS 计算机科学论文生成器啊，一个生成软件。他们把这个生成论文啊就投稿，最后还被录用了啊。但是细细的一看啊，无论是摘要还是其他部分啊，基本上就是让你看起来大跌眼镜啊，有很多都是不能说是乱码吧，它至少是表面上看着像一篇论文，但是里边它这个逻辑上是讲不通的。那么你看我们现在的 AI 大模型啊，我想必大家每人手底下都会装上1个或2个几个 APP 啊，无论是写一篇这种发言稿，还是写一篇学术性的论文啊，实际上它都可以写出来，特别是社科领域都能写出来，对吧？因为社科领域主要是纯文字的啊，但是实际上呢，这里面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干货呢？我们讲究写论文的目的是干啥？讲究创新性，有没有自己的特色呢？实际上呢，这里面呢就是值得去检验的啊。因为我个人认为啊，AI 它输出的东西呢，它是把人类过去的知识进行了一个汇编，一个有序的、有逻辑、有条理的形式呢输出出来，输出出来。当然说你要说它有没有抄袭，有没有重复别人呢？其实我们反复去验证，有时候它真的没有，因为它相当于是一个编辑，就是我们相当于大学里老师去出教材一样，对吧？他把这个编辑梳理的知识，也就是它缺乏的是什么地方？它缺乏的是深刻的见解，是新颖的东西，又创造一些新的知识啊。它实际上还是把旧知识，有可能它给你拔得很高，看起来感觉好像是有深刻，但是有些时候它是在这个本质层面还是在一个原来那个人类的现有知识水平，因为没有揭示新的现象，没有探明新的原理，是吧？也没有理清什么新的结论。我觉得这个它创新性还站不住脚，因为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都需要有一个创新性在里边。这里边呢还提到一个，特别这个复制研究里边提到一个僵尸研究啊。什么叫僵尸研究呢？就是这个研究，当时被报道啊，比如说被媒体报道呀，或者被一些这些类似咱们现在不讲的 IP 嘛，流向明星报道，对吧？或者是网红，大家已经在心中根深蒂固了啊。但是这是一个假象啊，就是我们为啥叫后真相时代？最后呢，我们就开始澄清了，是吧？就开始给他官方上、专家上，或者是开始给他破解报道了啊，然后把他打入到黑名单里边去了，或者是是吧？就让他不再公开露面了。但是呢，这个研究的结论已经在人的心目中形成一种惯性了，根深蒂固了，我们很难扭转过来啊。
像这种呢，就是在岁月的过程中会长时间的继续流传啊，因为这种传播动力学已经传得很远了，对不对？你覆水很难收了，这个就叫僵尸眼病。你比如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在英国，这是在上个世纪末啊，1998年，这个叫马赛风疫苗啊，马赛疫苗，这个一个医师啊，外科医师这个领衔的一个团队，他们在《柳叶刀》，这是国际医学的顶刊，发布了一篇马赛风疫苗。他这个结论是这样的，他说这个马赛风就是麻疹、流行性腮腺炎和风疹。他说啊，你要注射这个疫苗啊，它属于一种联合疫苗，注射之后呢，你的孩子在精神上就会容易产生这个自闭症啊。然后呢，他还这个私下里让一些原来就有自闭症的这些家长给他们背书啊，原来就有自闭症啊，你看这孩子是不是啊？是不是得自闭症了？他原来就有啊，然后就是不断的被宣传啊，而且被媒体不断的放大啊，最后呢，就因为这个疾病在当时是这个影响是非常恶劣的啊，影响非常恶劣，然后影响非常轰动，以至于很多家长就这个马赛风疫苗的接种啊非常艰难。大家咱们都经过这个新冠疫苗是吧？这个接种其实也不是特别顺利，就是好多家长就拒绝去接种啊，拒绝接种啊，然后造成了很多这个孩子的最后这个要么就是残疾啊，要么就是这个死亡这样的案例。其实呢，它这个背后故事呢，实际上就是这个叫安德鲁·威克尔菲尔德的这个人啊，他在经过了将近12年之后，他才被吊销这个营业执照。他因为他是一个和律师有利益关系啊，而这个律师呢又对这个马赛风疫苗生产商进行起诉，说白了他是两种不同利益方，就是商业利益啊。而且呢，他找的这些有自闭症的这些孩子啊，说白了就是咱们说的话叫串通好啊，串通好。所以说你看这个就非常恶劣啊，非常恶劣。这个至少造成了几千个孩子，据不完全统计啊，很多这个最后这个就不治是吧？就延误了嘛。第二个案例就是本世纪初的这个叫脊髓灰质炎这个是吧？至少这个因为这个非洲啊这个不发达地区，他们这些医疗条件还稍微差一点，是吧？也是这个脊髓灰质炎也是有这种类似阴谋论的这个存在。啊，这是阴谋论存在。老魏，所以这个疫苗啊，是西方的艾滋，还有这个使穆斯林妇女绝育的这些啊，这些会出现这种现象，是吧？还带有一些这种无形力量的色彩，是吧？阴谋论。所以当时呢，因为在非洲的过程，这种不发达地区往往人的认知比较低，是吧？这更容易去传播，这样造成这个影响啊。所以说，它从尼日利亚开始，到了非洲甚至欧洲19个国家，最后啊，然后造成了好多案例啊，这个也有好多这个没有及时接种的。最后呢是2002，经过那么长时间，也是17、18年是吧？然后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说已经在尼日利亚被消灭，也非常漫长啊，非常战。所以说这个，你看这个宗教色彩啊，就已经胜过了。你看政府都在推崇这个宗教色彩非常强烈啊，穆斯林的这个领导人啊。这个20年被宣布消灭啊，19年还就是说这个没有发现啊，没有发现之后呢，还要经过1年的这个是吧？这要一个停滞期是吧？就是看看会不会有死灰复燃的情况。然后呢，也就是2019年8月啊，咱们这个新闻还报道，2020年8月彻底就消灭了啊。所以这个呢，就是也是一个比较惨痛的教训啊，比较惨痛的教训。因为实际上这个医学它肯定是科学的一个重要门类啊，在这个医学上，我们这种由于这种阴谋论，由于这种叫什么僵尸研究是吧？就是一传十，十传百啊，传的这个没边没劲儿，我们政府也是无能为力，是吧？
因为这个公民的科学素质它是比较低的，对吧？它可能就吸引某些人的，是吧？啊，你比如说这个穆斯林，就吸引穆斯林的首长这些，造成了这种很难去治理，这是一个社会治理的问题。最后呢，我就顺便谈一下这个人工智能，因为这个书上也有一章专门讲人工智能。这本书上讲人工智能章的标题非常有意思，啊，叫 Artificial on Intelligence， 什么意思呢？哎，我绞尽脑汁翻译，怎么翻译啊？人工非智能也不好，最后翻译成人工不智能啊，反正也是给出版社口吐啊，或者是本来想翻译成人工智障，这个有点太俗了啊，不好听。就是人工不智能的例子在我们身边有很多啊，就是说人工智能的理解啊，现在应该是到了25年底了啊，明年26年正好是人工智能提出的70周年。我想明年的话，关于人工智能可能会有一些大量的这种无论是学术类的活动，还是在咱们公众的普及活动，也是可能会掀一个浪潮，因为70年它相当于一个里程碑。那么人工智能呢，我们这个现在大家广为人知的，无非就是通过公众号呀，通过媒体的宣传呀，或者是报刊杂志，当然如果在学校就是学术文献来的。但是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命题，就是大家还没有去很好达成共识，就是人工智能是不是科学？啊，我们现在利用人工智能，往往把它作为一个技术手段、一个工具，它是不是科学呢？对不对？当然说这里边呢也有人赞助啊，包括我们的智能科学里边的第一位这个科学院院士啊，他是搞数学的，陆泉院士啊，现在应该快90岁了啊，健在。他说呢，这个现代的人工智能啊，就是特别机器学习产生以来的，是建立在严格逻辑数学基础之上的啊。他也有2本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人工智能专著啊，非常非常早了，应该上个世纪末的时候他就写了人工智能。所以说，将人工智能从一个技术的层面啊，真的给它定论属于这种科学，以至于我们国家把人工智能呢，从原来说叫属于计算机科学给它脱离出来，变成那个一个新的学科，叫智能科学技术啊里边，那叫交叉学科这个部底下的一个学科门叫智能科学技术。你看它发展这70年还是并不一帆风顺的，对吧？你看这个，我这个里边没有那个图啊，就是2波3折的图啊。我总结一下啊，就大概它是从1950年到现在的这个3个阶段。第一阶段属于发号施令型。什么叫发号施令呢？就是人类制定一些规则啊，这个就类似咱编程一样啊，按照这个规则，然后就生成了一个叫复杂信息系统。那个时候呢，是专门叫垂直域，就是说专门的一些特定任务啊，那时候就是叫复杂信息系统。复杂信息系统这个大概1980年左右，有个叫赫尔马特·西蒙啊，我们中文的起名叫司马赫啊，司马懿的那个司马啊，舒马赫，司马啊，不是舒马赫，是司马啊，是吧？司马砸缸，赫就是贺年片的那个赫啊，给他起名字，他就获得了这个图灵奖。图灵奖属于这个计算机领域的诺贝尔奖，他的成就就在于他这个专家系统，那时候就是一个基于规则的这样一个发号施令。而是到了80年代开始，到这个本世纪初前10年叫学习建模，那时候人工智能就有了这种科学的出现，因为我们人类这个世界，我们总是叫是吧，就是通过这种学习啊，学习规律，探索规律是吧？我们可以去以反身这种探索。我们要把这种人类认知的这种原理，把它赋能成一种形式化的计算机来去实现啊。你通过这个数学模型，然后变成程序代码。所以在这个第2阶段就指示的部分。而到了这个2012年到现在这10多年，就是我们的深度学习，就是去年炒的比较火的这一位，这个左边图的第2位啊，这位这个应该叫大咖是吧？或大神杰夫希顿，他是人工智能，他和这个原来神经网络的提出者霍比菲尔德共同获得去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所以去年的诺贝尔奖非常热闹，一个是从物理学的原理启发，他提出的
霍尔的网络啊，就是热动力学啊，受这个启发。所以他最后说这个物理学奖当时也非常有争议，争议之处就在于，他说你这个和物理学有什么这个关系是吧？要找它的根源啊，他没有解决物理学的问题，但是他是受物理学的这种灵感啊，这个学科的这种成果启发。那个去年的那个诺贝尔奖还有化学奖也是 AI 领域，它是利用 AI 来做蛋白质折叠结构的这种预测啊，就属于生物是吧？叫生物结构生物学啊这个领域是吧？蛋白质结构预测，这是那个 DeepMind 的一个公司啊，那个还有2位科学家。那么我们现在进入的这个可以说从深度学习提出以来到现在，我们这有将近20年的时间，发展的非常快啊。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大模型爆发的时代，是吧？国内国外大模型。那未来大家说能不能进行一个通用的这种组？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说，好多我们不像我们人类一样，我们随时可以在我们的感官采集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同时的思维、决策和有行动啊。我们可以同时做多种事情，不断的之间的切换和调节。而我们现在大模型呢，就是说，你给他一个任务，他就做一件事情。他做另外一个任务呢，可能就失灵，因为你训练的当中是训练了一个功能的模型啊。而我们人类呢，它是具有这种多面性、多样性、多功能性。你看这个图啊，就是说为什么说我刚才说这个信息虚假的信息非常的，在我们这个时代就是让大家非常担心的。你看去年我们这个国产的这种讲文化传统是吧？讲咱们的优良文化传统是吧？这个和这个现代的数字科技结合起来这样的一个游戏啊，黑神话悟空啊，也是得到全世界的这些认可和广泛的传播。然后呢，这是它的海报做的设计，8月份。中间呢，这是马斯克他用他的头像生成。你像看起来就是绝对没有任何你可以挑出来这种是吧作假的痕迹，因为它是无缝的原因，它只是把这个面孔做了一个更换，对吧？其他地方都是栩栩如生的，也没有咱们说那种不自然马赛克的问题，是吧？这个我这里还有一个小视频啊，这个还好后边还有时间，我们就看一下。这个里边有个特朗普和这个哈里斯，他们两人这个含情脉脉的，我们放一下。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有时会突然忘了，我还在爱着你。再唱不出那样的歌曲，听到都会红着脸躲避。虽然会经常忘了，我依然爱着你。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因为爱情简单的生长，依然随时可以为你疯狂。因为爱情怎么会有沧桑？所以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因为爱情在那个地方，依然还有人在那里游荡。这个视频比较短啊，反正这个今年年初我在北京那个中国自动化科普大会啊，应该说去年吧，去年中国自动化呢，我们有个论坛也在用啊，这个是我想不起从哪个地方出手，还是朋友给我分享的。它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因为它是一个主要是我娱乐，所以给大家放一放。但是这两个呢都是公众人物，对吧？而且都是至关重要的这个首领，对吧？
这个哈里斯原来是上届的副总统。你看从这个里边大家也看啊，能看出一些这种瑕疵，包括背景你看一成不变，是吧？而且这个人的这种动作还不是够丝滑，但是你看他的表情、口型、到位了，唱歌的这些很到位，这个与这个连贯性都非常逼真。那么实际上这个呢，我们可能是就是轻松一刻，哈哈一笑。但是呢，实际上你想，我们能做出这个效果，它就可能在一些重要的场合，是吧？把一些特朗普现在是吧第二任总统，就可以把一些观点就可以在这个网上就传播，是吧？这个很容易去做了，对吧？你像这个东西，歌曲就能唱出来，是吧？让你做个讲话，这就非常严重的情况你有来说明这个事实。其实我们国家在这个防止这个信息因为现在 AI 生成的信息呢，确实这个真假难辨了。我们国家在这方面也治理，你看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到我们国家网信办，都出来了好多政策。我对这个方面比较关注，为啥呢？因为好多这些党政机关让我讲，我基本上是从这个顶上给他们讲还有咱们国家出来一些办法，你包括你现在你用的 AIPP 软件，你生成一张图片，你看它在某个应该在右下角或某个地方都有一个水印或者它生成完之后它也会给你提示其实这个东西我们也是为了最后这个知识产权是吧？版权这个现在在法律界和这个也在讨论这个问题也会都在就去为落实就是要不断的规范要治理这些问题。第4个部分呢，讲这个以人为本的科学信任感，提到了这个科学信任。其实呢，这本书不是说仅仅讨论我们对科学的信任感降低，同时呢，也对科学家的信任感降低，这是绑定到一块儿去的。因为科学的这些发现者就是科学家，他的主题，对吧？你对科学不信任，其他对科学家的不信任，对吧？这一点就是会影响这个整个的，我觉得这个咱们国家的这个包括全世界都有这个现象这个科学这个整个的推进和进步科技进步。那么这个地方讨论是什么呢？就以人为本提升科学信任感，什么意思呢？我们想象一下就是说同样一个虚假信息，为什么某些人能够明察秋毫、辨别是非，而某些人却信以为真，是吧？对他的这个毫不怀疑。我觉得这个就像我们平时这个日常的一种现象，就是一个巴掌拍不响，对不对？总得有一个人，总有这种诱导的，就是有上钩的。所以说，你作为一个被动者，对吧？你作为被动者，我们的这个职业或者是我们可能只涉及到某一些专业领域，但是你不排除在其他领域当中，你会也是一个，是吧？是个信息的一个被动的接受者，是吧？那有时可能会产生一个受害者。那怎么办呢？我们要建立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个信息的这种辨识或者信息的防伪你包括现在可以生成栩栩如生的，刚才像这个短视频的人脸那么我们要就是一个人脸的建伪，是吧？这就涉及到安全的问题了。我们要回到人类的这个本源，要以人为本为了我们人类的安全幸福，是吧？我们看一下我收集了一些官方的资料这是一本这个最新的这是牛津大学出版的书，这是一本这个法国的这个在这个总部在法国的国际科学理事会这个一个官方的一个报告。你看这本书讲的是啥呢？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人类对这个科学这个既是虚假的，但是我们为什么会信呢？对不对？有的不知不觉的我们会有个倾向我们会有个青睐，会相信它当然说也会细分上不同的这些职业群体，是吧？年龄段为什么会信它？实际上这就是一个传播动力学，这里边叫新闻传播的，他们研究的比较更加深一点。比如它里面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个作者谈到的就是一个叫虚假信念的心理学问题，对吧？你比如说这个认知的偏见、认知的失调，就是我们的认知原来是有偏见的是带有一些色彩的感情色彩的就造成。所以说呢，呼吁我们要柔化我们的信念，以同情心看待意识形态对手，修复个人社会之间的裂痕。所以说
你可能对某个理解，你就是带有一种固化的带有派别的带有感情色彩。所以这个问题就是比较深了，这个是学术上，这个书也是有点学术性，这也是一些学者写的书啊。这个书名叫 false 虚假，翻译一下啊。意思就是说呢，我们科学它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什么这种，你说一个自然科学的它这种，无论是人文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学科的问题，它是和社会密切相关的。刚才我说了，我们为什么相信科学？因为要到过这个社会的这个，它要去不断的去正视的过程啊。因为科学最终要赋能全社会啊，全社会，因为我们就带着那固有的偏见。这个呢，就是典型的，就是我们有一个我们经常说啊，据我的经验所讲，是吧？你看这个好多专业人士或者是年长一点，经常用从经验论出发啊，据我的经验所讲啊，怎么他的观点，对吧？但是真正的科学呢，我们都要有一个先验论，而不是经验论，对吧？你看联合这个国际科学理事会也说了，是吧？公众对科学的认知既受现实环境影响，也与个人身份认同密切相关。你比如说你的学历、教育程度、信仰、宗教、生活水平、政治倾向都有啊。也就是说，这些都是反映到社会层面的，因为我们人类的本质就是社会性，你不能脱离社会，是吧？你不可能是孤零零的感觉说我就抛弃一切这些色彩，是吧？这个色彩你就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个体，你来考虑那个不是，你是带有你是社会的一个至少某个方面的一个代表，带有社会的一个影子的那个。你看这里边他谈到这些，我们对这种公共卫生、新冠疫情、气候变化，这些都是有一定的色彩，对吧？啊，就是我刚才举那个案例啊，我们现在还分南北方，对吧？你现在这个气候变化，那西安的话，夏天又很热，秋天又下雨，这不是妥妥的非常像南方的啊。当然说就少了点潮湿，如果潮汐再过去，那完了啊，这个整个的北方，是吧？这到内蒙古了啊。是吧？内蒙古才算是分界线，是吧？内蒙古以南都是南方啊，是吧？就要有新的变化了，就不是秦岭了啊。另外呢，我们公众对这个科学的认知啊，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啊，特别是在这个科学传播界，我这是南宁是20号21号这2天在南京参加这个全国创造大会，然后我是科学教育专委会的一个委员，然后我们分享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又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说现在呢，我们公众对科学的理解和信任啊，这个问题它是一个当代一个至关紧要的一个话题。当然说就是主要信息量太大了啊。他谈到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公众往往是在信息接受的末端啊，或者叫中端。比如说我现在做科普，如果是你不是这个科学界的，是吧？你可能是一个这个是吧？是做设计的，做法律的律师，其实都是末端。那么我讲的东西呢，你可能也是半信半疑，对吧？但是怎么样公众去信服呢？就是我们现在倡导一种机制，就是我们国家不是全民科普素质纲要啊，就是应该是2020到2035吧，好像是这个是一个这样15年的一个周期啊，应该还有10年是吧？提高全民科学素质，专门又提到了就是我们都要开放，对吧？你看现在大学里边啊，咱们周边的几所高校，大学里边会不定期的会校园开放机制，对吧？公众开放机制啊，特别是现在就是面向这个中小学生，他们有一些研学活动，是吧？一些非生命的一些实验室都是开放的。当然这个还远远不够，对吧？还远远不够，我们还有公共的一些机构，公共机构让大家随时都能接触到去。所以说就是要深度参与啊，就是说这个呢，实际上就是一个是政府要做的，或者是政府来去运作，社会机构来做的啊。特别咱们深圳做的特别好啊，因为我这次来给大家做讲的不是第一次了啊，这个黄老师知道我第3次了啊，这个23、24、25啊。每年都是在12月，今年正好开会啊，提前了1个月过来。我还到咱们深圳的科学馆也讲过2次啊，我发现咱们这个方面还是不错的，至少这个大家这个深度参与的机会还是比较多的，毕竟是沿海开放政策。第二呢，另外一个就是说，现在的科学的就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封闭，是吧？比如说高校就是象牙塔啊，只有这种大学教师、教授还有这个工程师才能进去，学生进去。社会公众进入不了，不是。现在全世界都倡导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 open science，
开放的这个科学啊，一定是开放的姿态啊，就是你只有开放啊，开放它不是说这个敞开塞下的埋啊这么一个字面的意思，它是说你整个的资源，对不对？整个的资源啊，你比如说这种可以共享的啊，共享的，你有一些这种机会啊，也至少是部分资源要共享出来啊，这都是有研究，这些都是这个科学传播里面就是把开放的这种情况，你得做研究，开放的情况，对吧？你得有数据，有数据你就可以做统计，有统计就可以做可视化，把这些东西来进行评估啊，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啊。昨天我还看了一个教育的文章，也是谈到了这个开放，在这个欧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他们做得非常好啊。我在英国，这个刚才这个主持人小游也介绍了我在英国待了1年，我发现其实，哎呀，这个虽然说人家的物质就是基础设施看起来非常古老，但是它的软科技、软实力非常强，它那种免费的空间啊，艺术的博物馆、艺术馆。这种科学馆太多了啊，有几百个啊，这是公共的，因为它那些资源，而且现在他们数字化也非常先进，对吧？你有大量的机会，对吧？而且他那边的话，像这种类似咱们这种名家讲座，像我这种科普讲座的这种机会非常多。他们不定期的，可以每周都是有科学家走进这个地方做这种公益的科普，非常多啊，都是这种公共机构来自发的在去组织，然后这个在业余时间由这些学者来去做啊，他们把一线最新的一些成果，或者是对社会影响最深的前沿的分享出去。反正我的感受是比较颇深的啊，像大家熟悉的叫TED演讲啊，就是大家听说过没 ？Technology, Education, Design 啊，这3个领域 TED演讲，对吧？这就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往往现在只能看到一些视频，对吧？都是过去的。现在TED现在做得非常好，也做到城市级了，对吧？TED北京啊，TED上海。那么现在的话，在这个数字科技啊，我提到的数字基本上这个啊，不是那个汉字的字啊，人工智能的字啊，数字科技。你看现在最新的一些研究都是 human centered 啊，以人为本啊，安全呀、福祉呀、人类的这种是吧文明呀为基础啊。我还写过一篇文，我做情感计算啊，这是我写的第一篇从哲学角度写这个文章，被约稿，这10月份刚发出，就是情感计算这个东西，它只是这个基础上的，就是一个人工的情感啊，但是你很多东西涉及到人的这种因素，你得考量这里边的东西啊，对吧？你是这个因为他探讨说该不该是吧？刚才说应该不应该把情感计算去普及是吧？你情感的识别呀、情感的理解呀、情感的生成呀，对吧？造成这些关于技术问题是吧？还有一些从技术上的不足，以及这个该不该怎么去落实，包括大模型啊，现在大模型用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大家知道，大模型你用的时候，你可以不仅是文字的，也可以让它带出声音的。你发现声音呢非常客气，是吧？声音委婉动听，和蔼可亲。但是这个呢和我们现实不一样，我们现实当中我们是丰富多彩的，对吧？大模型你用的时候，它基本上有些问题，它要么不回答你，可能比较敏感；要回答你就直接输出出来了，对吧？但是大模型它不会怼人，对吧？这个就是说一点，我们有时候说也需要争论，是吧？那这个东西也需要一些不同的声音，是吧？大模型它基本上是比较顺从我们的啊，所以这个就比较单调了。所以现在大模型也在向这种人格化，因为我们要往这个人机共生的这个时代发展。最后呢，就是这个科学与人文啊，这块是一个非常宏大的啊，我就是点到为止就行。宏大的一个话题，就是科学与人文啊，其实这个大家有时候把这个界限非常非常开啊，说啊，你这个科学和人文是吧？咱们这个你看咱们在这个大学城这块是吧？那北大就相当于一个比较人文气息比较高的一个学府啊，清华和哈工大是工科为主的强项。但是实际上我们这个地方呢，人文气息还比较浓厚的，因为大家不断在交流啊。这个科学与人文呢，它这个本质我就不再赘述啊，这是我上课的学生上课争一下啊。人文重要的是以人为本，就是我刚才强调，就是你技术发展现在得回归到人文当中，因为我们科技的发展最终是要落实到我们人类社会的文明，这是一个大的一个人文的目标啊，关心、爱护、保护人、尊重啊，
那么他们二者的同源共流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这个呢，就非常有意思一点。其实无论是我们国内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华夏民族的，是吧？这些先贤，还是西方的，他们在这个自己的这种创造性的为人类做的贡献当中，他们绝对不是只谈论这个他的科技成果、他的发明创造，他们具有很强烈的人文情怀。你比如说，我就举一个例子，对吧？亚里士多德，对吧？亚里士多德，对吧？他既是一个数学家，还是一个哲学家，啊，这个墨子他是科学家、工程师和思想家，思想家，好像听说还是个军事家，是不是有考证啊？因为我家就是墨子故里的那个县，大家可以搜一下，山东省滕州市啊。那我的那个镇就是墨子的，就那个博物馆的那个地方啊。那个他是一个思想，对吧？他是一个科学家，对吧？这个墨子他发明了很多这些技术性的东西，也有很多科学的这些理念啊。还有墨子的兼爱非攻的思想。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啊，他还写过这个一本书应该是叫《人性论》，是吧？或者是《道德情操论》，我记不清了啊，因为他和这个休谟应该是这个《道德情操论》好像是。维纳是控制论，对吧？咱们哈古纳这边就是是控制的强校啊，清华。维纳是控制论的之父，但是他写过一本书啊，写过这个控制论与社会这样一本书啊，也是从人文角度，所以他们都是有这种人类的这种为人类谋福祉的这种情怀。那么这是同源了，是吧？这个共流的意思就是说呢，二者是相互交流，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我们看一下啊，这里边是吧？我昨天下午正好在这开会，我转了一下，我看到咱们这个华大基因的 CEO 啊，我们在某个群，我们有时候也互动过，他这个正好是23年嘛，在这里边做过演讲讲座啊。我昨天给他一拍，他说：“你这从哪里翻出来的？”我说：“我在现场呢。”我说现场，他互动，他在有放在一个老师组织的群里边啊，全国群里边，他在那里边。你看他提到的观点，他是一个科普上特别爱做科普，他是一个就是做基因这方面是吧？生物医药方面的一个专家，他是对科普非常重视啊，可以经常看到他关于这个养生呀、医学上的这些科普。所以他提出来，没有人文的科技是危险的，没有科学的人文是愚昧的这些观点啊，我觉得都发人深省。还有咱们网上都能看到一些视频啊，当然说有些是带节奏的，有些是比较靠谱。这个右边这个是我今年在上海参会看到一个新的期刊，就是我们这个 AI 领域啊，也不断的出现新的一些刊物，学术刊物啊，就是由国内和国际的学者组成辩论会。你看这个新的刊物叫 AI 和创新这个名字啊，今年是首发。它的主要栏目里边，专门你看除了这个 AI 工程、系统创新、AI 基础前沿，下面两个就是 AI 的应用与社会影响、AI 的生态系统治理和伦理。我觉得这个就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变化啊！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一个做 AI， 就是说你不能只强调一个微观的技术上一个模型、一个算法、一个系统。你还得强调你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对社会有价值它的根本价值普世价值。我觉得这种期刊是非常值得去倡导。这是一本奥美科学出版社的一本这个新的也是一个期刊啊，倡导从科学、人文和艺术的角度一个交叉的探索我是这个青年委员，被一个老师也拉进去了，打个酱油是吧？这个你看。这个我给大家展示的这篇文章里边，这个苏州大学的一个老师，他是科学传播的一个专家，他专门有个课题就是欺骗性人工智能信息传播、社会影响和风险治理他是从传播学去研究这些东西，对吧？研究这个人工智能，所以他这个就涉及到就是既有科技的也有人文的。这个呢是我今年在这个应该是下半年吧。我参加了一些哲学论坛哲学人文社会科学论坛，兰州大学还有这个复旦大学就基本上属于我那个领域吧 ，AI 或者情感计算领域我觉得这个碰撞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在研究过程，特别自然科学领域当中，你做过一个阶段啊，做上几年或十几年之后，你有时候对自己的方向有时候迷茫，不知道往哪走。其实呢，恰恰是他们的人文的学者给你把脉啊，就是让你坚定的走下去啊，值不值得做下去。我觉得这个价值在这个地方啊。好了，我这个整整1个半小时吧，应该时间啊，我这个。